一个混血孩子告诉邻居他家来了3个外国人，给我逗稀了。都是你家人吗？我家来了3外国人，说实话是这样子，我看男人，你不也是外国人吗？我不是外国人，你是外国人。你不是外国人吗？你生啥气呀，张大体？人家说的也没错。我不是外国人，你是外国人。You are half Canadian。你不要说话了。张大姐虽然不太适应家里来了外国人，但是她居然能成功的把外国人洗脑。跟你说一下这过程啊，我婆婆小姑子他们来，第一个事儿就是要看长城。他们来的头一天呢，我妈刚走，我妈不是有点烦温迪吗？就有点小心眼儿。然后知道他们要来看长城，我妈就告诉拿铁早达，你俩就教这仨女的唱一首歌，叫《亚洲雄风》，一定要在长城上给他老唱。然后从他们仨落地中国的这一秒，孩子们就开始了洗脑式教学。然后我们就上车了，幸亏咱开的是 IMV Plus 区，全家都能坐下，要不还得辆车。登上长城，早达让我给他姥录个视频。于是《亚洲雄风》这首经典名作，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被4个加拿大人嘹亮的高歌。我们亚洲山水共的头。那仨人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吧，他特别洗脑，以至于我在景区上厕所的时候，听见隔壁的温迪已经开始哼哼这首歌了。然后我们是提前买了缆车的票，但是中国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过去，外国人的护照刷不了。他几个被扣留在闸机旁边，等着换纸质票才能进。张拿铁呢，因为是儿童，票挂在了他爸名下，莫名其妙从中国人群中给摘了出去，扣在了旁边。张拿铁非常不高兴，人家工作人员说身份证直接过，护照的都搁这等着。张拿铁咆哮了：我不是喝的，我有好客，我有好客。我呢，本来想给温迪报个团，人家有英语团，他说不用。我说那租个导游的耳机，我拿钱，他嫌贵也不要，说随便跟着一个团走就行了。我说蹭团这个事儿你不要那么明显，他说行，我懂。结果1分钟就被人发现了。当时我们周围有4个团，这仨女的直勾的非蹭一个导游，薅羊毛非可一个薅的那个导游要是不撵他们，自己都不好意思。然后前边那个导游在那讲解说10步一回首，看看祖国大好河山。温迪听不懂，问他那个汉语科1都没过的儿子，在大胖媳妇的翻译下就听懂一句10步一回首。温迪记住了，领着俩女儿一直回首，还特别精准，数10个数一回首，数10个数一回首。后边人以为温迪认识他呢，结果下长城就落枕了，妈，回走这路上给大伙热的呀！我提前预约了空调模式，现在车里老凉快了，车里边随便玩，车外边随便照。平时大胖媳妇自己开这个 IMV Plus 的时候吧，都是开这个 Sport 模式，享受速度与激情。这次我让他打开 Normal 模式，更平稳。这车不错吧，温迪？不错。高兴。最后下长城之前，他们看到了一个长城纪念款雪糕，为了跟他们加拿大的友人显摆，他们都想买了拿着照相，一问价22块钱一个。最后穆赫兰家族4个人众筹购入雪糕1枚，各种自拍，各种发。最后长城雪糕轮了一圈，到了张拿铁手里，化干净了。挂过。3个大事儿：1我老公变形了；2张拿铁秃了；3我以为大胖媳妇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大胖媳妇不是植发了吗？植发当天回家没事儿，第2天她还在睡觉呢，我就去上班了。我在公司，俺家阿姨给我打电话，彩玲啊，你快回来吧，你老公变形了。然后我呢就得回家照顾他。他说你不理解，我的痛苦都是难以名状的，比如现在哪都肿，整个脑袋包括脖子都有伤口，所以不能大动，连上厕所都不敢使劲儿，不能见风，不能见太阳，甚至都不能洗头。他说我这种痛苦你根本理解不了。我说这不就是坐月子吗？都说外国人不坐月子，我没想到我还得给外国人伺候月子。但是家里头这俩孩子还是很关心爸爸的。拿铁问爸爸疼不疼？大胖媳妇说好多了。拿铁说爸爸为什么所有人看见你都笑啊？大胖媳妇说因为所有人都有头发，只有爸爸没有。结果第2天晚上，俺家阿姨领张拿铁去剪头，张拿铁说啥也不好使，进屋就喊我要剪我爸头型。我想剪爸爸一样的头发。理发师看过俺家视频，说拿铁啊，你爸头型不是剪出来的，是掉出来的。张拿铁不听，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咋办，说那张拿铁不剪不行。我说那咋办？那你拦不住啊，理发师都不敢动手啊，反复确认。真剪掉呀？真的。不带后悔的啊。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，水灵灵的就秃了。剪完头发，拿铁特别开心，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看我跟你一样了。”我现在也是你很疼啊。大胖媳妇心里特别感动，然后跟他儿子说：“他们都不懂，咱俩这是硬汉，没人敢惹发型。这个发型的名字就叫你瞅啥，顶着这个脑袋，你去哪儿看到谁，你脸上就写着一个你瞅啥，谁敢惹我？”大胖媳妇给他和他儿子这个组合起了个名，叫俩硬汉把你吓变色儿。我说我觉得这组合应该叫冻秋梨，好像下个崽儿，下个崽儿。没想到张拿铁回家试了一下，不太好使。你瞅啥？谁瞅你了？那你瞅瞅我呗。你剪完头为什么这样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超人吗？我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
俺家这一天天的累得我睡不好，一熬夜就容易憔悴。多亏我有 Fresh 红茶精华水，原料是红茶皇后、尼泊尔黄金芽，经过双重发酵，抗氧力更强，还有肌醇来修护，质地水润，茶香四溢。我还新解锁了湿敷用法，每周2次，皮肤也越来越好。最吓人的一个事儿是，医生叮嘱我，大胖媳妇现在睡觉必须脸朝上，就是躺倍儿直那种，一点不能侧，一定得看住他。但是他平时吧特别爱侧躺，我晚上睡觉没法好好睡，我就得看着他。我看到后半夜我太困了，我跟我爸说，爸你进去看他一会儿，你保证他脸朝上啊，我睡几个小时。我爸就去俺俩的床上趴了2小时，也坚持不住了，说大胖媳妇老打他屁股，就把任务下发给了孩子们。早上起床我进屋，给我吓坏了。我大胖媳妇一直回不来，前2天跟我视频，我问她最想念的是啥，她说是库里烧烤，是不是听着挺高端的？这库里烧烤是我奶家楼下的烧烤店，很奇妙啊。它实际上是个车库，本来它有个名叫小娟烧烤，后来老板和小娟分手，把小娟用胶带糊上了，就叫烧烤。之后数年被后人逐渐称之为库里烧烤。菜单一共就10样东西，只能按照把点，不论个儿。抓多少完全看老板当时要不要抢。我老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当时我们结婚，和几个来参加婚礼的外国人一块去的。第一个就是烤火腿肠，1块钱一根。当时那个英国金发美女艾莎就一说话就玩自己的大辫，就开始问了：老板，这个烤火腿肠是烤什么？火腿肠。那火腿肠是什么肠？火腿肠。艾莎说：那我猜我应该是吃不了，我不吃猪肉。老板说：谁告诉你火腿肠里有猪肉的？旁边艾莎的男朋友也是没有眼力劲儿，也跟着问：这个烤实蛋是烤什么？实蛋。那实蛋是什么蛋？实蛋。生烤蝶鱼头烤的是什么？蝶鱼头。蝶鱼头是什么鱼？蝶鱼。是蝶鱼的哪？蝶鱼的头。为什么要生烤？要不肉梗。什么叫梗？我就叫梗。但最后菜上来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就是刚开始这帮人还问呢，这个是烤什么，那个是烤什么，后来管那是烤肠子、烤腰子，全照上了。而且那天吧，喝了好几箱啤酒，都喝多了。有一个外国人就可能觉得这烤腰子太好吃了，自行打包了，走时候把烤腰子揣兜里了，就可能是怕别人看着，连包装袋都没要，就生塞。回家之后趴沙发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他媳妇就在客厅就找，这家咋回事呢？一股孜然炒尿的味儿呢。找半天，最后发现她老公兜里揣了3个大羊腰子。带油边的，他媳妇就在枕边问他：老公，要不然你醒醒，你兜里为啥揣着3个肾？3个肾，给他老公下一句令，当时就醒酒。媳妇儿，昨天库里烧烤的老板很暴躁，不喜欢别人问问题，你快看看我腰，是不是让他给我解剖了？很多行业都这样。我老公结婚时候穿的西装，就在哪儿买的不合适。最后我妈放的大招，找的一个铁岭江湖土裁缝，叫安珠。你就那个年代被子在铁岭的英文仔可不多，也是连门脸都没有，就搁他家。一到那儿，那安珠就是深 V 领、喇叭裤、小粉围巾。我老公一进屋就被这安珠给打了。你看你这造型，肚子都进屋了，屁股还搁沈阳呢。你再看你这头发，一共25根，广角看着有，一对焦没了，海市蜃楼发型，这属于你还不高，你再胖，你再秃点，完了，你就是个实蛋。我跟你说，咱讲话了。我不缺生意，我要不是喜欢白求恩，我都不接你这活。我老公被安珠臭骂了一顿，但是说实话，人西服做的确实好，那结婚的时候屁股翘的都快奔月了，都快。这烧烤店还有这裁缝店都是没有什么大的店铺，也没有什么招风的门脸。库里烤师也好，这安珠也好，就是靠东西好，手艺好。想要口碑嘴传嘴，就靠买的人钱花了没后悔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伙夸夸伏尔加这牌子嘛，因为他们差不多是一个路数。你不管在什么平台搜舒缓修护面膜的时候，发现选它的人都特别多。我自己也一直用他家东西嘛，就一敷上面膜就觉得自己就特别懂生活，就想主动默写出师表那种感觉，拦不住属于。除了面膜还有乳液喷雾啥的，就是都不贵，而且效果从来不翻车。总之吧，就在这个流量泡沫的时代，希望能有更多的品牌像伏尔加这个风格发展。稳拿口碑小花蕊，就靠一嘴传一嘴。